赵家弟子忍不住问道：“江玄迟迟不来，估计是等不到了。眼下就剩江乾坤一个人了，可不能再让他跑了。”江乾坤下午堵在赵家分部门口，剑斩赵括及众多赵家弟子，这莫大的耻辱不能不报。赵四没有直接下令，而是看向奎县。慕寒询问：“江玄若是等不到了，那我可就开始了。”奎先生沉默，他现在骑虎难下了。动手，江乾坤是他阴阳圣地的真传，更是圣主诸多谋划的重要一环，给他10000个胆子，他也不敢点这个头啊！不动手。江乾坤堵了赵家分部，斩了赵四的亲孙子，极尽羞辱，他能劝得住赵四不动手吗？可就在这时，又出现了意外，明明是投影的夫子，竟突兀地中断了诵念儒道经典，拍了拍屁股，站了起来，看了一眼江玄，呵呵一笑，早这样不就得了？每次我都得诵念一大段柔道经典，累都累死了。这些个孩子一点不知道尊老爱幼，挑选有缘人，身在修行界，哪有传承是靠有缘就能获得的？该争就得争，这么粗浅的道理怎么都不懂呢？夫子看了一眼，眼红乱了一地的尸体，摇了摇头，没有半点仁慈怜悯，有的只是淡漠。旋即转身进入稷下学宫，同时给江玄丢下了一句：“进来吧。”江玄一连忙：“不是，这剧本不对劲啊！这老头不是投影吗？怎么还有灵慧呢？而且听着老头话里话外的意思，自己还歪打正着，解锁了获取传承的正确方式。江乾坤不会真是我的福星吧？”江玄古怪地嘀咕了一句。他横行无忌，大开杀戒，一方面是为了直接有效地获得传承，另一方面就是因为他套着江乾坤的皮，要给他泼脏水，让他为自己背锅。没想到居然还有意外的效果，旋即江玄也不再多想，随之进入了稷下学宫。而在浩然台中，奎先生和赵四等人更是一脸茫然和失措。稷下学宫不是被他们控制了吗？何时开始传承也是他们说的算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回事？赵四冷声怒吼，一众赵家弟子脸色一变，连忙回禀道：“长老，不关我们的事啊，阵法并没有异动，应该是记者。”稷下学宫遗址自主运转了。奎先生眼眸深邃，隐隐闪烁着玄奥的光辉，注视着稷下学宫，推测道：“看来这稷下学宫还存在着我们并不知道的隐秘。虽然过程出现了变故，但仍旧不明。但结果是一样的。江乾坤已经进入稷下学宫，那他的生死已然任由我们掌控。只要他接受了传承，大阵顺利启动，顷刻便能将其镇压。”奎先生摇着羽扇，轻笑道，心里却在思索该怎么夺取稷下学宫的控制权，帮助江乾坤免于一死。他暂时还不打算和赵四翻脸，毕竟赵家是掌管王城的3大世家之一，他笃定江玄就在王城。而要在王城范围内顺利地处理掉江玄，显然少不了赵四和赵家的帮助。赵四点了点头，眸中泛散着冷意。虽然他们诸多谋划都成了空，但能顺利手刃江乾坤，为他孙子报仇，也算是不枉此行。动手，一众赵家弟子神情一肃，沉心于大阵，严阵以待。但心里其实满是困惑，就剩江乾坤一个人了，长老直接出手镇杀，不就完事了？为啥还非要多此一举？但他们不敢问，更不敢质疑。长老怎么说，他们这些弟子就怎么做。稷下学宫内，夫子随意地扯来一块蒲团，坐了下来，示意江玄也坐下，笑呵呵道：“哎，陪我这个老头子坐下。”江玄深深地注视着夫子，心中惊疑不定，见其警惕之心不对劲，很不对劲。按照小爷往常的剧本言，正常的机缘造化背后无所不在，背后一定存在危机和凶险，更何况是这看起来就不正常的机缘造化，这背后的凶险的什么程度？但稷下学宫的传承于他至关重要，他实在舍不得直接放弃，思忖一二，江玄干巴巴的一笑：“没事，我还年轻，腿脚利索，站着就行。有什么话，你老直接说，我听着。”夫子神情一滞，怪异的瞥了一眼江玄，这小子的话听着怎么这么咯咯？算了，我一个死了那么多年的人，和一个孩子计较什么？夫子自我安慰了一句，抚须酝酿着情绪，同时也在思考着，打算把稷下学宫的核心传承交给对方。这小子的天赋妖孽至极，生平未见，就连自己都不懂，都只能看得大概。他在稷下学宫遗址当了几百万年的传承投影，每10年降下一次传承，建构的天骄数不胜数，但单论天资，能与之相较者屈指可数。最关键是，这小子不墨守成规，行事荒诞无常。明明是随机挑选有缘人，他却横扫全场，驱散所有人，甚至不惜杀敌，2000余人进行恐吓。恶魔吗？此等行径确实如同恶魔，但他要找的就是这种人。他永远记得上古之时，域外强敌来犯，东神州乃至整个玄天界的人族在绝对实力的碾压下，那种叫天天不灵，叫地地不厌的无力和绝望。而那一切的源头，都是因为他优柔寡断，念及那些在空间通道中抵挡着域外强敌的同胞，没能及时毁掉空间通道，才导致域外强敌降临玄残。虽然最后他们还是胜利了，将域外强敌尽数驱逐出了玄天界，但人族仍然保护着他们。在那一战之后，俨然有了大幅度滑坡，至今未能完全恢复生气。若他当年能有这小子的心性，及时进行取舍，这一切也都不会发生。他非常清楚，以那些域外强敌的野心，当初被驱逐出玄天界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一旦大势降临，他必须，他们势必会卷土重来。而这小子心性狠辣，横行无忌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或许能重振稷下学宫，带领人族以更强大的姿态抵御域外强敌。回忆着过去，父子苍老的眸中不由得泛起了丝丝愧疚的色彩，整个人透露着几分悲凉的气息。江玄眨了眨眼，心里的不安滋生，忍不住道：“不是，你搁这酝酿什么呢？你倒是说啊！”回忆被打断，父子脸色一黑，瞥了眼江玄，忍不住骂道：“崔胜，如果你连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，老夫凭什么把传承交给你？”江玄一听这话，顿时炸了：“怎么一个破传承，还指望小爷求你了不成？”本来他就心存警惕，认为这父子不像是什么好鸟，传承恐怕也暗藏凶险，犹豫着要不要赶紧撤。现在好了，很明白，
不用考虑了，必须撤。这老头连演都难得演了，咱们走吧。再待下去，小爷这命恐怕就不是自己的了。小爷不伺候了。江玄盯着夫子，一字一句的说道，而后直接转身，大步向外走去。夫子一懵，这流程不对啊！第50章，里应外合，我被骗了。等一下，夫子连忙道，我还没把手放下，把传承给你呢。一听这话，江玄脚步更快了，内心冷笑不止，终于忍不住落马脚了吧？还没把传承给我？你要真想给我传承，还特磨那么多废话，那么多要求，再者说哪个得道高尚的？会上赶着送人传承，说什么要小爷尊重你，都是扯淡，分明就是想拖延时间，好夺小爷的射。这种狗把戏，小爷见得多了。小爷要是还上你的当，都对不起我这么多年的辛酸泪。见江玄溜得更快了，夫子这下子是真急了，大事就要来了。域外强敌的危机迫在眉睫，已经没有时间攻他，再去物色下一个可以继承稷下学宫的妖孽了。而且估计也不可能有比这小子更好，毕竟数百万年下来，能让他满意的就这么一个。夫子连忙起身，一会衣袖，关闭了稷下学宫的大门，堵住了江玄的去路，不敢有半点犹豫，神情严肃地看着江玄，认真且诚恳地道：“老夫欲收你为弟子，传授你核心传承，望你执掌并重振稷下学宫，你是否愿意？不愿意？”江玄很果断地摆了摆手，甚至连头都没回，看着禁闭的大门，心里很着急。这老头软的不行，现在要来硬的了。抽出赤心剑，尝试着对着大门斩出了一剑，出乎意料，大门竟直接破开了。这江玄一愣，不禁撇了撇嘴，这老头干坏事怎么准备的这么算？旋即也不再多想，江玄迈出了稷下学宫的大门。江玄毫不拖泥带水的走了，看得夫子一脸茫然，有点懵，就这么被拒绝了？不是，你为了稷下学宫的传承不惜露身，2000多人举世为敌，然后现在说放弃就放弃了，这么果断，这么干脆。夫子心里顿时涌起了懊悔之情，我他妈在这倚老卖老什么啊？真该死，好不容易物色到一个好苗子，还被我气走了。浩然台里，奎先生和赵四也是一样茫然的神情，他们不得不承认有点看不懂了，江乾坤这是拒绝了传承。赵四懵了，不是，这个江乾坤搁这闹呢，为了传承大开杀戒，一再破坏了他们的谋划，现在又转手拒绝了传承，拒绝的果断，又干什么呢？像是知道有坑一样。念头至此，赵四心神一动，扭头看向奎先生，沉声道：“莫非这江乾坤看出我们的伏杀？”奎先生眼眸微垂，沉吟一二，缓缓地摇了摇头，应该不可能，就连这个存在灵慧的夫子都没有发觉我们的存在，他一个江乾坤，不过化灵境的修为，又怎么可能？奎先生嘴上这么说着，但心里却十分怀疑，江乾坤一定是知道了一切，不然他绝不可能这么果断拒绝并离开。只是这特么意义何在啊？双手染血，怒杀2000余人，射退所有人，连带着把江玄也吓得不敢来了。到头来又特么拒绝了传承，难道是圣主的安排？奎先生只能这么猜测，不然他怕他会忍不住一巴掌拍死这个江乾坤。而这边江玄刚走出稷下学宫，金手指的提示便映入了眼帘。恭喜你打破了一次设定，若接受稷下学宫核心传承，将会被稷下学宫大阵镇压，生死当场。你拒绝了稷下学宫的核心传承，奖励稷下学宫。江玄愣了一下，如果不是因为传承有坑，这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事了，而且他也经历了那么多次，早已习以为常，没有什么波澜。他惊奇的是，金手指的奖励，奖励稷下学宫，稷下学宫都已经覆灭了，就剩一个光秃秃的浩然台遗址，那玩意有什么用？得白忙活一晚上，晦气。江玄嘟囔了一句，掠空离去。所谓的金手指奖励，他甚至懒得要，一个光秃秃的浩然台有什么用？扛回家当墩板啊！别太抽象。上一秒，江玄掠空离去，下一秒，浩然台剧烈颤抖，涌出海量的浩然之气，迸发出乳白色的光辉，闪耀一片天地。而后，浩然台竟生生自行脱离，连带着稷下学宫的虚影以及身在其中的夫子，一同化为了一个星点，划破虚空，追赶江玄，飞入了江玄体内。父子感知到现在的情况，顿时一脸问号，更加懵逼了。我 TM 怎么到这小子体内了？等等，稷下学宫怎么自动认主了？什么情况？这小子做了什么？夫子很猛，但有人比他更猛。原浩然台所在，隐匿在大阵中的奎先生和赵四等人也就随之显露出了身影。毕竟整个稷下学宫都没了，哪里还有他？大阵宫他们隐秘，众人一脸呆滞懵逼的一批。他们看到了什么？浩然台卷起地下学宫遗址，主动跟着江乾坤跑了。谁能告诉我江乾坤这小子怎么做到的？赵思沉默了一会儿，某种意义上他就说了一句话，其中的杀机逐渐翻涌起来。老子特么的在这里一等再等，忍耐了半天，最后竟眼睁睁的看着江乾坤从他眼皮底下溜了，还把地下学宫整理干净带走了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？追！赵四面含杀机，冷声喝道，将江乾坤碎尸万段，夺回稷下学宫。诺！众赵家弟子沉声应道。奎先生面露无奈，向前一步，横在了众人之前，轻笑道：“赵长老，迈在下一个面子，放过江乾坤可好？”他也不清楚江乾坤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，居然能把整个稷下学宫直接搬走。但他现在很不爽，你特娘能不能事先招呼一声？他原本已经教好了赵思，而且能继续。以赵家在王城的控制权，会大大降低他铲除江玄的难度。可现在倒好，你先是斩了赵思的孙子，现在又一言不合把稷下学宫直接搬走了，气得赵思都快爆炸了，让我怎么搞？奎先生现在很难受，无论是他自身身份，还是江乾坤的重要性，都要求他必须为江乾坤殿后，正面拦下赵思。可是这一堆破事原本都可以不用发生的，江乾坤，你真该死啊！奎先生忍不住在心里暗骂了一句：见奎！奎先生拦在了自己的前面，赵思的脸色顿时拉了下来。奎先生，我不明白，语气冰冷，带着刺激。丝丝强忍着的怒气，融到尽的恐怖气息缓缓涌出，撼动虚空，搅乱天地，如一座大山横现，镇压一方。奎先生满面无垢，只能带着一丝尴尬，冷淡道：江乾坤乃我阴阳圣地亲传弟子，
地位尊贵，不容有失。轰赵四听到这话，顿时炸了，也瞬间想明白了一切。怪不得这个魁先生要找他合作，除掉江巡，借用他赵家的酸泥符操纵稷下学宫的大阵。怪不得再三劝阻他不要轻举妄动，对江乾坤出手。怪不得江乾坤能直接把稷下学宫整个搬走。合着里应外合，骗他呢。第51章真假江乾坤。第梯队的至强者，一人之力足以横压一人。一方生灵随意一击都能造成一场天灾，哪怕仅是战斗余波，也足以毁灭一方天地。月色笼罩下的万里平原，已然被狂暴的能量所侵蚀。璀璨的神辉，轩傲的道纹，森然的杀意，如狂浪层层激荡，爆散开来。这一战打了很久，九道音乐已经褪去，大日即将升起，带来光亮。九道先前褪去的修士都了解到了事情的经过，顿时暴跳如雷，怒骂江乾坤阴险小人。九道以王城为中心，方圆无数道统势力都知道了一件事：江家少尊江乾坤亦是阴阳圣地的真传，伙同阴阳圣地的强者坑骗不朽赵家，将稷下学宫连根带走了。那些被江玄威慑退去的修士，王城内的天骄、妖孽以及王城的强者，周边的势力无不火冒三丈，恨透了江乾坤，纷纷出动，欲擒杀江乾坤，取回稷下学宫。当然，这般痛恨江乾坤大有人神共愤之意，重点还是在于江乾坤身上的稷下学宫，那里面蕴含着稷下学宫的所有传承，乃至那道超越圣级的核心传承。无论是个人还是势力，若是能夺得稷下学宫，未来何愁不能登临玄天之殿？一时间，无数修士动身，向王城汇聚而来。天亮了，原来浩然台所在方圆百里已经成了一望无际的废墟。赵思和魁先生的战斗也逐渐平息了下来。在下本不欲与赵长老为敌，望赵长老多保重。魁先生摇着羽扇，语气平静，气息状态平稳如常。战斗了一夜，竟好似没有半点影响一般。反观赵四，气息剧烈波动，身体已降低，多处燃血，显然实力要弱于魁先生不少。赵四冷冷地看着魁先生，一言不发。他很清楚，这位魁先生的实力远在自己之上，若非对方处处留守，自己现在恐怕已经身消道远了。这事不会那么容易过去。赵四冷哼了一声，将乾坤杀我孙子，他必须死。旋即向王城方向掠空而去。至于他带来的那10余位赵家弟子，早已被战斗波及而死。魁先生静静地看着赵四离去，眼眸微微眯起，神随了几分，思忖一二后，也随之向我道歉。王城方向掠去，今日无论如何，他也要镇杀江玄。如果有机会，他也要和对方好好聊聊，问问他究竟犯什么病。无论是基于稷下学宫的各方，还是赵思、魁先生，都注定竹篮打水一场空。王城前往南神州的跨域传送阵线，记住，如果有人问我行踪，就说我回族内了。搀着女娲的江玄郑重其事地对张执事交代道。张执事一愣，有些不明所以，不明白少尊为何非要特意交代这么一句。更奇怪的是，凌晨少尊归来，什么也没说，便直接来到了这里，一直等待着传送法阵开启，仿若逃命一般。念头至此，张执事心中一凛，顿时有了不好的预感，但也不敢说什么，只能恭敬应道：是，请少尊放心。很快，时间到了，跨域传送阵准时开启。江玄搀着女娃进入传送法阵，等待传送。江乾坤、赵四的怒吼声如大凶狂怒，炸响天地，从王城外扩散了过来。森然的沙漠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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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杀意更是如黑云遮蔽了天穹，横压整个王城。江玄脸色微变，连忙催促道：快，温！传送法阵开启。深邃的空间规则涌动，江玄的身影随之消散，而后不过眨眼的功夫，轰！赵四如流星滑落，坠入地面，血红的双目横扫全场，最后落在张执事身上。恐怖的威压如一座大山压下，扑通！张执事难成威压，顿时趴倒在地，满面冷汗，瑟瑟发抖。江乾坤人呢？心神惊惧的张执事连忙颤声道：少尊，少尊，回族内了。轰！赵四一巴掌拍了下去，在张执事身侧露出了一个深不可测的掌印。昨日他才被王城的护城大阵击伤，自然不会再作死触犯禁令，只能以这种方式发泄愤怒。江乾坤回归族内纯属放屁，张执事在这里跨域传送法阵又刚刚启动，一切一目了然。江乾坤分明是通过传送阵前往了南神州，传我长老令，赵家没有闭关的华灵境、地玄境、天骄，全部前往南神州追杀江乾坤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赵四阴沉正，虽然嘶吼道，孙寒的声音顿时传遍整个王城，姗姗来迟的各方人马听到赵四的话，脸色一变，暗恨不已。妈的，来晚了，让江乾坤这个孙子跑了。王城外掠空而来的魁先生陡然停滞在空中，脸上带着眼泪。江乾坤跑南神州去了，他究竟要干嘛？圣主的谋划，可他不记得圣主对南神州有什么想法。还有，老子过来帮你铲除江玄，你现在却自己先跑了，是什么一个意思？魁先生心里更加不爽了。江乾坤跑了，江玄他现在也寻不到踪迹。思忖一二，魁先生转身离开，他得先请示圣主，请圣主出手，重新推演江玄的位置。一座大山中，魁先生催动通讯灵符，连接阴阳圣主，阴阳二气交织，汇聚成一面铜镜。阴阳圣主的朦胧身影浮现，看向魁先生，淡漠问答：何事？魁先生跪拜在地，一副很委屈的样子，哭诉道：回禀圣主，属下原本已经伙同赵家长老在稷下学宫设下陷阱，等待江玄上钩，便可将其轻松镇压。却不知江乾坤为何突然出现，将所有修士尽数驱散，惊退了江玄。更不知何事，不知使了什么法子，将稷下学宫整个搬走，带着稷下学宫前往了南神州。圣主明察，若非江乾坤一再搅局，属下早已擒拿了江玄。属下斗胆，敢问圣主，江乾坤是奉了您的旨意吗？江乾坤，阴阳圣主一愣，江乾坤不是在江家闭关吗？
何时前往了王城，还奉了他的旨意，什么情况？旋即传讯江乾坤，当面对质。江乾坤正在潜修之中，接到圣主的传讯，一脸茫然，拜见圣主。见师尊，你何时前往了王城，还搬走了稷下学宫？你可知你的擅自做主，搅乱了吾本有的计划？圣主冷声斥责道。江乾坤这下子更懵了，回禀师尊，弟子一直身在江山。这下子不仅阴阳圣主懵了，就连魁先生也懵逼了。什么情况？难道我看花眼了？第52章阴阳圣主推演折寿第3次凸显。在此之后，又出现了一道道虚幻的巍峨人影，他们或带着星辰的气息，或阴阳太极，或真面目。天机或五行阵道进阶，对着阴阳圣主释放出了他们的恐怖奇迹。这一次，阴阳圣主感知到了，这是长生9世的圣人之威圣人奇迹的碾压。对于阴阳圣主而言不算严重，但是数量实在太多了。噗！阴阳圣主第4次吐血，兽血锐减，原本如神灵一般威武的魂念极度萎靡，仿若一个空架子一般，透露着虚弱。而这个由他神通创造的虚幻空间也无法继续支撑，随之破碎。现在他有些懵，这江玄身上哪来那么多神秘奇迹缠绕？他身上究竟是什么鬼？自己光是这4次的吐血就折寿1000年，这还是只是推演他？这也太离谱了吧！不过在粉碎之际，阴阳圣主陡然发力，抓住了光点，还是看到了一点点信息。阴阳圣主睁开了双眸，并没有露出半点异样，看向魁先生，冷淡的吩咐：“你先赴到南神州天灵古城，为防止那江玄躲在古城中不出来，你且先回归圣地，带着3位半步地玄境的天骄一同前去，要将其铲除，把稷下学宫带回来。”魁先生心神一灵，顿时领悟了圣主的意思。江玄该死，但江玄只是一只稍显狡猾的蝼蚁，不值一提。关键的是他身上的稷下学宫，其中蕴含稷下学宫大半传承，乃一方移动的宝库。若带回圣地，圣地底蕴必然可以大幅度提升。谨遵圣主令。魁先生躬声应道，而后切断通讯灵符，急速裂空，回归阴阳圣地。阴阳圣地贵为玄天第一圣，自然也掌握着一道自己的跨域传送法阵。而这边江乾坤闻言也陡然醒悟过来，被魁先生盯上了，江玄肯定必死无疑。但他身上的稷下学宫，江乾坤心中一动，顿时有了想法，跪地行礼，躬声道：“弟子斗胆向师尊祈求，稷下学宫核心传承。祖弟是连一行，弟子连续3道传承，皆被江玄夺了去，导致我现在的底蕴和江家其他妖孽、绝世天骄有了明显的差距。弟子心有不甘，不愿步步落魄。若他能获得稷下学宫的核心传承，定能改变尴尬的现状，一举将江家其他天骄全部甩在后面。但索取总是需要代价的，这一点江乾坤比谁都清楚，即使对方是自己的师尊。所以江乾坤没有犹豫，连忙继续道：弟子在江家内部已经有了大致的部署，也招揽了不少族人，甚至3长老和5长老现在也有所异动，相信很快就会彻底拥护弟子。弟子一心致力于让我江家成为圣地的附庸，并一直在躬身力行，望师尊明察。